不好了，孕婦阿平下坡時摔倒了。阿平這一跤摔得很重，已經站不起來了。她急忙地撫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，要是动了胎氣就出大事了。阿平背的東西太重了，竹簍裡的生姜灑落了一地。阿平颤颤巍巍地想要站起來捡起这些生姜，可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脚已经扭傷了。此刻四周也沒有人，那麼阿平能度過這次危機嗎？這是阿平被無情丈夫掃地出門的第12天了。天剛蒙蒙亮，他就背着籮筐踏上了巡山貨的路。此時山林間很寂靜，只有他沉重的腳步聲。作為一個準媽媽，獨自走在這荒無人煙的山路很危險，但阿平知道她必須趁現在要多賺點錢，到時候孩子一出生花的錢就多了。走着走着，阿平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他發現了一大片野生生姜地。不過这些生姜扎根太深了，他徒手根本挖不动。可這卻難不倒聰明的阿平，只見他抄起柴刀砍倒附近的一棵小樹，然後不大一會兒就把樹幹削成尖頭的形狀，把這根尖長的木棍深深扎進土裡，合理的利用槓桿原理撬動生姜。很快第一顆生姜破土而出了。看着這麼的一大一塊生姜，阿平很高興。在山裡發現這些植物也是上天對阿平的饋贈，今天阿平就指望這些生姜拿去賣錢了。阿平費力地挖着生姜，他每一次用力都是他對未來生活的渴望，每一次挖掘都是他在譜寫自己的堅強。有了這個好工具，阿平的幹勁十足，不一會兒就挖出了不少生姜了。他輕輕擦去生姜上的泥土，然後抱到竹簍邊準備處理這些生姜。此刻阿平汗水濕透了衣衫，他的指甲縫裡全是泥土，但阿平一刻也沒停下。他細心地剪掉雜根，把生姜碼得整整齊齊，想着這樣處理過後就能賣個好價錢。陽光灑在他身上，勾勒出一個倔強又偉大的身影。處理好這些生姜之後，阿平就準備出發了。然而此時意外卻突然發生了。阿平走在路上，背着沉重生姜下坡時，坡太陡了，阿平一個踉蹌，重重摔倒在地上。他顧不上自己擦傷的膝蓋，第一反應是護住肚子。他撫摸着肚子，不斷地向孩子道歉。這些生姜實在是太沉了，阿平有些背不動。就在阿平準備站起身時，卻發現他的腳已經扭傷了，只能隨手摘片葉子，簡單緩解下傷痛。無奈只能坐在地上好好休息一會兒。過了半個小時後，平還是咬着牙重新站了起來，背着生姜繼續前行。他眼神裡的堅韌讓人淚目。就在阿平艱難前行時，遇到了一個行人。阿平鼓起勇氣詢問大哥是否需要生姜。大哥嘗了嘗，當場豎起了大拇指。大哥也是個講究人，看到阿平非常不容易，當場決定把阿平的這些生姜全部收走。阿平此刻又驚又喜，提出便宜些出售這些生姜，可大哥卻執意按市場價付了阿平全部的錢。接過錢的那一刻，阿平激動壞了。今天他的努力沒有白費。阿平完全沒想到今天的售賣這麼順利，儘管下坡時遇到了一些意外，但好在這些生姜為阿平賺了不少錢，他可以去買一些好吃的犒勞一下自己了。阿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希望今天的跌倒對孩子沒影響。